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我接触到的这个，学习过程中接触到了两种观点，然后这两种观点，我现在好像有点不太能，就不太清晰，所以想请麦克老师帮忙，解答一下。就一种观点就是说，不论是在看当下的力量也好，或者说是去读太傻天书也好，就是。会有一个明确的支点，就是说有那么一个我在，就是以我为支点去出发，就是我们可以去爱，去服务，可以去通过这种爱去改变我的人生也好，我的剧本也好，就是说这么一种观点呢，就是会是说，就是说是有序的，就是说，就像我们今天下午看到电影一样，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这个剧本其实已经设定好了。那么所有的发生，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它是有序的，按照既定的剧本在发生的。当我们有了觉知之后，我可以去通过这个爱也好，觉知也好，去切换这个剧情的。这是一种观点。然后现在又听到了另外一种观点，就是非二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一切的发生是没有任何中心的，是完完全全无序的。尤其是这个我，就彻头彻尾的是一个幻。然后就这两种观点，好像就是。我现在接触到这两种观点，我就碰撞得很厉害，所以想请麦克老师，给解答一下。对，就是关于这个我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对，到底是有序的还是无序的？这个剧本也好，到底是我可以改的，还是完完全全所有一切的发生都是没有办法的？就是你想问的问题是，就是我们这个人生蓝图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然后对，可以这么说吧。对，就是有没有一个顺序或者是一个剧本，到底是有序的剧本，还是完全无序的、随机的、任意的？自己创造的，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到底有没有创造者？对。好的，这个问题就非常好，很多人在修行中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那如果有的人是从一个开始修呢，他就可能按照这一个走下去；有的人可能他接触的比较多，这里也学了，那里也学了，可能他中间就分不清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对，那其实这个问题这样来考虑它啊，就是我们人生的剧本是确定的，或者是有一个大的一个人生中要发生的很多事情，那这个剧本设定呢，其实的点是在于，不是别人设定的，是你自己设定的。那就是你来之前，你来之前，就是说是由我来作为支撑点的。对，是你来之前设定好的。对，那我就理解它是一个剧本。对，但是这个剧本里面呢，是剧情，这个设定好了剧情，这些都定好了，对吧？但是它没有定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比如说发生了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看电影是看到，比如说发生车祸了，这是一个事情。这个车祸发生了，比如说是剧本里安排好的，对吧？就像那个苏格拉底跟他讲说，你这个也是对你有帮助的。对。那关键是你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车祸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面对这个事实的这个心态是没设定的。对，这是我们平常人应该能理解的点。换句话说，我们用中国传统的方法，就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对吧？四积阴德五读书嘛，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说的。那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命和运之间的关系。我们所谓的命，就是你来的时候这个剧本设定好的，这就是命。对，有的人设定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剧情，有的是那样的一个剧情，甚至包括你的出演的这个背景，比如说你把设定在一个，比如说70年代还是90年代。那70年代呢，或者是60年代呢，他的生活条件肯定不如90年代的，对吧？但是这个里面的剧情呢，你可以设定，这是你设定好的。但是当你面对发生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持开放性的态度。那个开放性的态度就是你怎么面对这个事情，你是积极的，还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还是消极的，这个是没设定。而这个东西就是你的运。
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一命二运的运是什么，运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两者它同时起作用，但是最起作用的是你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对待事情的态度，你是积极的、正面的。比如说同样的车祸，那有可能这个丹没有遇到苏格拉底，那可能他就颓废了，就一直拄拐或者是一直残疾，就直接放弃体操。对，但是他遇到了苏格拉底，而且他发生了改变，他整个人生就发生了另外一条主线。而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咱们中国《了凡四训》关于这个问题说的是最清楚的，我们以前谈过很多次，对吧？那里面的了凡，那他的命都已经定的不能再准了，对，哨子神术的那个人给他算了，那他就按照这个走嘛，那到最后他就已经认命了，是的，做了3天波澜不惊的嘛，坐在那个老和尚面前。对，但是他的核心是发生在他后面的那个转变，就是和尚跟他的对话。他那时候转变的是什么？转变的是信念，就是面对的这个人生已经确定的这件事情啊，然后呢，他认为是已经不能改了，包括他也没有孩子啊，在古代没有孩子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呢，他把这一件的人生已经确定的这件事情，他跟老和尚讲完之后，老和尚把他开导了通了以后，他发生了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的信念系统发生改变了。他在那里面，他认识到自己问题出在哪儿。他说：“我这个人呢，这个就是得理不饶人，跟别人争执啊，争执的时候只要我有理，我就坚决不让，然后把别人说的这个就没有哑口无语啊，体无完肤，还跟人家争执啊。如果看过《了凡四训》，记得中间的细节。”然后他就反思，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呢，没有孩子是对的啊，我就不应该有孩子。我这样的东西，就是核心的观点，就是他内在发生改变了。然后后面呢，就是又做了3000个好事啊，什么做好事啊那些，那是后面的训嘛，对吧？第一训就是1天改命。然后很多人就认为是他后面做好事导致的他前面的命的改变，其实是在他跟那个老和尚对话的那个先改变了信念系统，那个刹那间先改变了信念系统。对，所以说就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对他来说他的命是已经安排好了，但是因为他的信念改变了，他后来从原来能活到53岁，后来一直活到了70几岁。对，然后原来本来是没有孩子的，结果后来又生了2孩子，就等等他的3个孩子2个忘了，就是他整个命运就完全改变了。所以说这两者同时存在。刚才麦克老师的回答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是说，虽然说那个运啊，命是定了的，运是可以改的，对吧？那人生本来就有无数个平行宇宙在同时发生的嘛。对。我就是拿这个下午的那个电影中的主角丹来说，对，他发生车祸以后，他没有遇见苏格拉底。他是一个颓废的这个放弃体操生涯的这么一个剧本，他依然是在演着的。对，那就是还有一个剧本，因为他心里头毕竟还是有这份热爱嘛。对。那他遇见了苏格拉底，他变得积极了，他重新去练了。对。那一个剧本也是在发生的。对。就不是说所谓的开放啊，我来理解它就是其实在多个平行空间其实同时是在发生的。对。并且其实这个东西，这几个同时上演的剧本，它都是设定好的。是的。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对，你也可以说它都是设定好的，它的核心注定了要遇见，要重新捡起来。对，就是这么个剧本要发生。对，就是对他来说，对那个丹来说，对主人公来说，就取决于他采取了哪个剧本嘛。就是这2个剧本对他来说都是开放的，他可以选择过这样的生活，也选择过那样的生活。那对他来说是这样子的，但是对那个已经选择了过那种颓废生活的那个人来说，那就没得选嘛。就假设他没有遇到苏格拉底，他按照正常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他就没得选，因为医生已经告诉他不行，教练也告诉他，所有人告诉他都不行。而我们现在的人生就基本上就大部分的生活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被别人左右了，但是我们就看不见那些可能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遇见苏格拉底之后，后面的那个生活的那些新的衍生出来的东西，对他来说都是新的。
就对那个分来，对，都切换的是新的了。所以说，他会创造新的东西出来。说这个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他的一种创造，你能理解吗？就是说，其实都是在他的创造，就是他的创造和他的这个剧本之间，他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系说，哦，剧本没有写你就不能有这个剧情，可以展开新剧情，取决于你在当下的那个决定。你每开始一个新的决定，2个分叉的时候，或者3个分叉的时候，那些可能性就已经展开了。这时候你就可以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生。对，我们在很多练习里头，我们今后吧，我们明天就有练习，我们会在这些练习，明天的练习不是做这个练习，就是明天有很多，后面有很多其他的练习，其中一个练习就是专门让你去设想这种可能性的自己，就是理想中的自己，你想过的生活的自己和现实之间的你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对，那个练习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终于过上了你想过的生活。你有一个比如每一个分叉你就选这里选这里，对吧？你总有你遗憾的时候，对吧？你当时应该选那个，结果你没选，但你现在后悔，然后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机会去选择那边，然后最终这个练习的结果通过一个练习，让你这2个不同的故事线或者不同的人生轨迹最后可以相交在一起。那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练习，而且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的一生。对，特别有意思，就是对，它就很多线，很多生命线，就这样子。那我理解的就是麦克老师这边还是给到的回复，就是说，其实是还是有序的，是有这么一个创造者是自己，有创造者是自己，就是创造者不是别人，是自己。关键是我听到的那个菲尔的说法，就是完完全全的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发生。对，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他就是到了一个更高的状态里头去理解它。对，但是从我们的人的认知里头是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和设定的。就好比说我们什么都可以，我们的能力很强，我们本来就是灵魂嘛，我们就可以实现所有的东西。那你到了这个世间来体验，你总得安排点啥吧？你总得有个剧情吧，要不你不能是空白吧？你不能从来开始就，你总得安排一些，比如说至少从哪里出生，对吧？家庭是谁？父母是谁？环境是什么？大的时代背景是什么？这些的选择其实都对你的故事线的展开已经做好了一个铺垫和限制，对吧？比如说你出生在这里就不能做那个时代做的事情了，对，所以说这就是你说他没有序，他是有序的。他的出生就已经决定，他选择在哪里出生就已经决定了后面的很多事情。对，所谓的无序就是你可以决定它的走向，这个无序。好，那就感谢麦克老师。好，谢谢。好棒，来，我们下面谁来提问？谁来分享？都不好意思上来，来，勇敢的，有没有？来，我想问你，就是麦克老师，我就是听那个赛斯书嘛啊，灵魂永生，听得很认真，那里面本来你分享就很幽默，那赛斯也很幽默，反正我就听到就很享受嘛啊。对。在前面的课程里面有听的讲，就是听了这个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进账，我真的有几次莫名其妙的进账，到现在我也没去查。今天下午你说了嘛，那个人是只有果嘛，没有因嘛，是吧？我也幸好没去查啊，查肯定还查得很累啊。对呀。真的有好几次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也很享受，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的，但是我始终没有搞清楚，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我今天正好来到这里，这次来其实就是来看你一眼的，因为我觉得。
创造力还是应该说是自己吧啊，很享受。有一次正好在梦里面听你说这样的一个简答的时候，我就听你说等一下我吃个苹果，我那个人说怎么这么久没有声音呢？你说等一下我吃个苹果，我吃苹果吃，哎呀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太好了太好玩了啊，我就觉得好，所以说呢就有一个念就讲哪天见一下真人太好了啊，你看才可能有1个多月时间吧，对，就见到真人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享受的。才1个月的时间。1个多月以前嘛，我就听了，所以说呢，就今天就来到这里了。来这里下午说提什么那些没有，就觉得能见到这个人就很好了。所以我就想起来那个就是我听赛斯说有这样的一个发生，就是关于灵魂的这一块，我想多了解一点。你刚才说的是有很多进账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卡上面，它就是莫名其妙的进来的钱。真的。有好几次这样。对，你听了你值得的那本。是听了好多次。听了很多次。然后灵魂永生我听完了，还有那个你的实相本质。个人实相的本质。个人实相本质，还有那个什么创造。对。那个也听了3个赛斯书，听了3个。太好了。对，其实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就是说为什么做了21天丰盛之旅的冥想，或者看了你值得这本书上做了相关的练习，然后有的人账户上的钱就莫名其妙的就会增加，或者是就突然奇奇怪怪就出来有人给你钱啊，或者很多时候以前要不回来的债务了，可能都已经自己都放弃了，然后就会有人来说，要不我最近把钱还给你，对，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对，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财富这个东西是需要努力才能获得的，然后是需要按照他们说的这种方法一步一步来获得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当你真正的把这些灵性的知识和这些方法用在生活中的时候，它这些钱和这些东西，它就会随着你信念的这个放松，这种打开，然后在你需要的时候，它自己就会来。对，然后它的钱的那个来的过程，你不需要有什么理由说我要做什么生意啊，或者我要做什么事情啊，钱会来。对，它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出现在账户里面。对，这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对，它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你的能量对它的一个吸引。对，是能量，这敞开了啊，敞开了，对，对，明白。对，然后你就用这些钱做你想做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是一个关键。就很多人有了很多钱之后，也有很多人就还是生活的并不快乐，还有很多人就最后这些钱又失去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去做他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对，他就只是去存钱了，他就是目的就是存钱。再存钱，再存钱，他拿这个钱，他没有去做自己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后来就钱就不来了，因为你给了你也没有用嘛，你也不会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那要钱干嘛呢？没有用。对，好，这样。谢谢，明白了，这一个的，谢谢。好，谢谢。对，下面还有谁有问题？还有新来的啊，你来问。对，老师你好，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我刚才都没有介绍自己。对，好多网上还不认识。对，就是其实我刚接触赛斯没多久，然后在网上有听那个你值得那本书，还有麦克老师的解读，然后听了2次吧，就是有点不敢相信，因为麦克老师一直在美国的，然后现在见到真人了，所以还就觉得自己很幸运，也很开心。然后我想问的问题。我叫梁慧，然后想问的问题是承接着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真正想做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对，就是现在做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为了挣钱，就是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多爱这个工作。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那个真正热爱的事业或者使命吗？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寻找到这个事情？对，这是一个好问题，就很多人都会在现实中遇到这个问题。然后他，做了一份工作，他并不是很喜欢。你说讨厌吧，他也说不上讨厌。
但是他并不能升起这种热爱。然后呢，他想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他又怕这个赚不到钱，或者说不能养活自己，然后他在中间会纠结嘛，会痛苦。那这个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或者说你需要一个确认，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这个我们另外一个老师分享的一个点，我觉得非常好啊。对，他叫花仙子，我们一个讲师，他分享的一个点就是说，财富是怎么来的？财富就是你做你真正天赋赐予你的，也就是你真正想做、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个财富是宇宙给你的一个奖赏，就是给你一个奖励，确定说，哎，你做的对。但是并不是说你做了这件事获得财富，你做的事仅仅是你喜欢做这个事情。像咱们今天看的那个电影说的那个事，就是说，那丹最后是因为热爱这项运动，热爱这个体操，而不是为了金牌，也不是为了什么证明自己。他们以前就很多人是为了证明自己，证明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限制性的东西，就是说啊，我要向别人证明自己，你不需要向别人证明嘛，这是自己。所以对你来说，就是简单来说，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个钱就滚滚而来。换句话说，你这一生最大的这个财富，或者你的财富的源头，就在于你能不能找到你自己想做的这个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点。所以说你现在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找到那个点？啊，两个方法啊，一个呢就是这个事情不给钱你也愿意做，那就是你天赋想让做的事情，没钱也做。对，第二种呢就是你想一下，假设你有很多钱，就是你现在已经有足够的钱了，你还愿意去做的事情，那个也是你天赋的事情。然后你看看这个历史上那些真正的首富啊，或者真正的做了很大事业的人，他们都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只是做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做别的，那他就可以成就他真正的一番事业。可是你说我找不到的办法呢？一般人找到自己的天赋使命有3种可能性。对，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他天生就会知道啊，就这种是属于天生的，就比如说佛祖一生出来他就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对吧？这是一种。那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需要遇到一些事情，就是生活中遇到了挫折、大的变故，此路不通了，就这条路已经走不下去了，那不得不去思考，那我的人生应该怎么去走？那这一块呢就属于第二种事情的激发，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上了修行之路的啊，没有办法啊，生活中遇到了困难。那第三种呢，就是你要在这个生活中不断的学习体会，然后先给自己设定一个你现在或者是当下喜悦的或者当下的冲动的想做的事情，你先给它设一个，但是你说这可能不是我最终的，或者他的那个兴奋程度或者那个渴望程度还没有达到你想象的是做到事业的那个地步，可能仅仅是比如说我就喜欢烹饪啊，或者烘焙啊，或者是我就喜欢一个很小的事情，那你觉得这个做事业来说可能做不到啊，跟事业没关系，但是呢你先把它做了，然后它会带着你会一步一步一步往下走。对，如果这个小的东西你不做呢，那个大的东西就不会出来，因为你前面没有给它一个怎么说，就是对直觉或者是冲动或者灵感一个确认或者一个奖励，它大的就不出来，你先把小的满足，大的就出来。对，这3种方法都是可以啊，2个标准就是有钱也干，没钱也干。3个方法就是对我们来说，普通人来说，第3种是最常见的。对，第2种是也有，但第1种是属于看天赋了，有的人就是生下来就知道，没办法。这3个都可以。好，对，知道了，谢谢。好，谢谢2位。问的问题都是很实际的问题，都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还有什么要问的问题吗？还有线下的，还有新来的小伙伴，还有后面的，对，可以上来跟对，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嘛，然后，对，到这边来。你好，来坐。对，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可以问一下你想问的问题。我叫
本名叫张丹，然后现在近2年呢，他们都叫我小满，但我自己取了个名字叫西哥，西哥所以我觉得我的名字太多了。我觉得我一直是在找自己吧。现在好像觉得找到了一点，但是也不确定，因为还有困惑。就是不确定的，对，不确定的自己是那个点在哪里？对，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很左右都不知道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我一方面肯定我是想在这个世界上我想干嘛，这很确定。对，但是我又不敢。又不敢。对，所以我想要搞清楚为什么我不敢。然后我就看很多东西，很多资料。在一个公众号呢，我就无意识找到，就是听到你讲那个4维世界和5维的那个那个4维空间、5维空间。4维空间、5维空间那个视频，我听那个之后呢，我觉得好像是我找到了解答我的方法。就是我在人间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怎么去让自己生活的坦然，就是消除我的很多矛盾。对于世界上面不理解的东西，对于我碰到的很多不理解的东西，我该怎么样转换我的角度？我从那个4维世界、5维世界，我就开始讲这个人是谁，应该是2个月之前吧。时间不长。然后接着就马上，我觉得这个老师不是在美国吗？怎么会在深圳？然后看到了那个公众号的有个消息，我说刚好今天就有时间，我说过来。对，正好。我没有想过要问什么，我主要是说很想来，见面麦克老师，这是我的心，好像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心愿。对。所以我刚才进来，我也不知道做哪好，然后刚好就做了，我的整个的感受是，很感动，就是有一种从麦克老师身上散发出来的一种很温暖的那种感觉。谢谢。对，所以如果说要问具体的问题，就是还是刚才我想的，我想确定我自己为什么总觉得我找不到我自己的中心。一方面我又很彷徨，一方面我又很确定。我想说这种状态是您的，或者说是感受，或者是穿透力，很觉得可以给我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对，就是在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很多人都会有，就是说，那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也知道我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可是在生活中呢，又不能完全的去做自己想要的那种事情，或者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或者是做那个选择。这个原因的其实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对，那就你本人来说，就你个人来说呢，其实你在这个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想去寻找那个答案，但是呢，你又怕在这个过程中寻找这个答案的过程中，然后你会觉得那个答案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寻找到，或者是说你觉得那个答案可能也不是说，或者是找到之后你会觉得，那我的人生是不是就没有太大没有意义了？就是说，那如果让我一下找到了，或者让我通过我的探索我发现了，那我下面该怎么办的一个感觉。对，能达到吗？能。就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我在前天的时候在听那个赛斯的，就你讲的那个梦演化一下子实现，我听到第930几节吧，好像我就是关于这个虚无的状态，我觉得对90%我是很害怕自己真的是面对那种虚无。对。但是后来在听到那个930几节32什么时候，我因为您讲那个过程当中，虚无其实并不是一个真的虚无，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它的意义可能也是
也是在这里，就是当你真的去面对那个虚无的时候，你反倒会看到更开阔的一个世界。对，看到更真实的东西。对，但是就是这个恐惧的这个点，比如说我知道这个死亡，现在我已经意识到死亡这个东西它是假的，它是不存在的，对，而且它甚至是一种新生。是的。但你就看过这个死亡的那个瞬间的恐惧还是在的。对，是的，是的，是在的。就像你，我们都探索真相嘛，像刚才讲的一样。然后你又怕真相就是一片空，或者真相就是一片的虚无，你就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是正常的。但是呢，就像我们今天下午看的那个电影，因为可能你下午没看，其实这个过程的本身不在于最终那个答案，在于你在探索的这个过程啊。在奇迹课程里头管它叫无成之旅，就无成之旅就是说你转了一圈回到原点，好像又没有做什么，好像你回到原点嘛，等于说哪儿也没去，但是其实本身来说呢，你又做了很多啊，因为你走了这一路，虽然又回到了原点，跟你没走是不一样的，对吧？比如说你去周游了世界转了一圈，你又回到家了，那从物理上来说你哪儿也没动，你又回到原点了，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你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你的人已经改变了。那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就是说，我是在一个轮回，对，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重复的过程。对。但实际上，这个重复它已经不是前面的那个重复了。是的，是的，就是他的兴趣或者是他的这个激情，就在于这个中间的这个旅程中。对，这是我想跟你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真相它其实你不用担心找到以后会破幻呐，或者是说对幻灭啊，对这种人生的这个支柱嘛，因为很多人都是寻找真相，尤其是男性多一些，总想把寻找真理当做人生的一个追求。对，但是当他发现这个真理好像并不存在的时候，他就会崩溃，你知道吗？很多人会崩溃。对，然后他就会说怎么会没有真理呢？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没有这个东西呢？真的会没有吗？对，他会有这种体验，但实际上呢，真理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去外面求的时候，他是找不到的。他找了一圈都没找着，他就说：“哦，这个世界原来没有真理，或者真理不存在。”其实他一直忘了找的就是在他身上。对，然后他就去外面去找。那在他身上呢，不是一个哲学的口语，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其实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的每一个动作里头，每一个行为模式里头，每一个身体的生物反应和化学反应里，都是真理的一个体现和表现。但是我们却往往会把真理想成一个很宏大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很高深的或者很宽广的东西。其实真理是一个很小很细微的，或者说跟我们的生活不分家的点点滴滴的里面。对，所以说佛经常会说佛在屎尿中嘛，有最污秽不堪的里面其实都有真理，都有佛的这个道理。对对对，这个我这几天也有深刻体会，因为肠胃的问题，所以我就想，每天我吃的那个东西，它就已经在我身体里面，我想，它已经在我身体里面了。对。但是我就感受不到，就是说这个身体，然后它又会出来，我想，然后呢，吃的这个东西发生了什么变化？对我其实是没有办法知道身体是怎么去处理它的，不知道的，对。然后呢但是呢，你整个的人就是代表你全部，然后你整个人里面，你看史料就在这个理性的所谓的珍贵的身体里面。对，是的。所以，我想这也是我矛盾的地方，就是在我没有完全的去参透或者说接受理解，就是那种完全的脚踏实地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我在懂得道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种矛盾感还是很强的。对。不过我觉得就是跟着您讲解的那些东西，我还是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我会定下心来，就知道那个原来它就是这样，然后更多的去肯定。对，我们今天下午看电影，正好他想生活的三个准则原则，还记得？第一个就是矛盾。我现在就是一个矛盾体。对，那个苏格拉底告诉生活的3个准则，第一个矛盾，第2个幽默。第3个是什么来着？变化一直在变化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矛盾是生命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之一。对，你正在经历它。很多人没有这个感觉，是他没有仔细去思考，只不过你在思考，然后你会经历。对，不用担所以心。这是一个进步还是一个进步正常？对，进步。简单来说就是所有的真理都在悖论中产生。对，我在课里会讲，可能你还没听到那一段，就是所有的真理都是在我们认为矛盾的地方会产生，就是黑白对立的地方往往是真理，而不是说黑的或者白的是真理。对，可是我们遗忘，往往不会。然后赛斯在其他的未知实相里专门讲过迷思的问题，就是说你可以把真相想象成一个你戴着有色眼镜看到的这个东西，那你看到的呢其实不是真相，是已经扭曲了。对，但是呢它是从真相那边过来的，它是从更高的一个维度或者更高的一个什么地方啊，你可以理解成它穿过层层的实相，最终到了我们三维的这个实相上。那你说它是真的吗？它不是真的，因为它已经变形了，它已经扭曲了。但你说它不是真的吗？它的源头是真的，它变了。对，那我们就只能在这种状态下去理解，用这个变了形以后的图像或者是感受去理解它，揣摩它原来那个源头的真相是什么。对，这很正常。所以我忽然有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麦克老师，你自己承受过最大压力的时候，或者说你体会到这个真理的时候那种状态。对，我体会最大的压力的时候，就是在我有一次就是在冥想的时候，我可以变成了世间万物的时候，当我可以变成风，变成水，变成太阳，变成空气，变成火，变成什么之后，然后我发现我可以是万物，只是因为我愿意，不是因为我想怎么样，或者是说我觉得那样会怎么样，就是因为我愿意做风，愿意做水，在那个时间的领悟。但是最大的压力和最大的痛苦就是在那一切过去之后，问题来了，就是你接着想干嘛？你是万物，你是一切，然后后面呢 ？So what？你接着该干嘛？那个时候会很苦闷，对，然后苦闷了很久。就是我经常会大伙说的有一个闹心的状态。当你发现你可以是一切，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可以变成任何你想变成的东西和人的时候，然后你还想做什么？对，在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就苦闷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很闹心的一种状态。对，然后在一个过程之后，你在一个长期的我称之为一个闹心的阶段的时候，就我后来又体验到了进入了那种三摩地的那种状态，就是你可以是一切，但是最终的核心是你还是要回到这个人间的那种感觉。就是给我的体验就是你最终还是要成为你自己。就像对我来说，那我还是要去讲赛斯，我还是要传播这个东西，我还是要做像心灵家园这样的一个组织，把这个资料传递给更多的人，还像一个最普通的人一样去做最普通的事情。然后在那一下，在那个三摩地的状态下，也就是在那种你说的这种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的情况下，然后你在那种状态下得到了那种心安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所有，但是我也是我自己。我不会再去寻觅我到底是谁，我到底要干嘛，我要做什么，这些问题都没了，你就特别心安理得的，特别踏实的，特别轻松的，特别心满意足的，就做回自己就行了，然后就过了那个点了。对。我记得我找到答案了。谢谢，谢谢。对啊，叫你西哥吧，叫你西哥。看来你的男灵已经出来了，是吗？就是每个人身体里既有男性和女性两个灵性的东西。这个我还不太理解。对，男灵是就是每个人都有男性的一面和女性的。女性的男性的，就是雌性，就是像雌雄同体。雌雄同体，就是我们在身体层面上，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上，
对，它是更有力量的一面吗？是指不是在我们的身体上它是不同体的，就是你是女性就是女性嘛，你有所女性的特征，对，男性就是男性，对，身体不在一起的，但是在你的这个心灵层面上，就在你的这种体验或者灵性的这种感觉上啊，你其实是男女这种是合在一起的，其实你既有男性的感受，既有女性的感受，只不过我们就是偏男性多一些和偏女性多一些，同时你是可以把两个都用起来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练习，就是你可以互换角色，比如说你当下你就想象，在一个特殊的场景里头，你把自己的角色互换成男性的角色，然后你会发现，当你只是仅仅在想象中切换你的身份的时候，你做的事情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就不一样。当你学会这种方法之后，在现实生活中你就会非常有效的利用这种方法。当你想用男性的有力量感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切换成男性的方法，切成女性的方法。所以说在心灵成长的层面上，我们是雌雄同体的。对，等你到了那个更高的层面上，就是到了纯灵性的层面上的时候，就是连这个心灵的层面更高一个层面啊，到了能量层或纯灵层，它是非男非女的。对，它是3种不同的状态，从有男有女，雌雄同体到非男非女，是不一样的。这可能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经常他们讲的是没有分别的那种状态，对分别心。对，分别心肯定性别这个分别心要破掉嘛，你不破就是不行的。所以说你看那些老和尚、那些老道人，他们就男的最后变成像老太太，女的也变成长得像男人一样，他们会男带女相，女带男相，都是从内在到外在的一个改变。对，他的这个雌雄同体的状态就修出来了。对，再往后面就没有相了，男相女相都没了。对，我继续探索吧。对，继续感受。好，谢谢。好，谢谢。来，还有谁要问问题？新来的小伙伴来上来跟大伙儿交流交流。我今天是第一次来，那个翠山的朋友。哦，翠山朋友啊。对，我来刚刚那个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下次有机会我再来分享。好的，好的，好的，还有谁要来分享的？要来分享吗？啊。你光脚上来就没事了。麦克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李开秀。今天主要是想来见一下麦克老师的。因为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然后看到了就是一个心灵家园的那个平台。然后就很喜欢麦克老师解析的那些东西，就是我刚开始接触的就是那个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你先从那本书开始的。对。那本书后面的那个问答和解读都蛮有意思的，那个其实比那个书的内容本身还好玩。对，就是在里面也学到了很多，也平时生活当中也会去练习一下，但是呢，我就会有一些很多还是不是很明白。就那个流程你做了吗？流程也会做，但是说要把那个那种情感发挥到那种比较极致一点，不太敢，做不了做不了。对，就是没有办法激发到最高的状态。对。是害怕吗？还是说调动不起来的？好像是都有。都有啊。对。是。其实那个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当你想用流程的时候，不太敢把情绪调到最高点。但是当你不把情绪调到最高点，你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重复这些事情。对。就比如说，假设说比如说你讨厌一个人，这样是一种情绪。那你在做流程的时候，你应该把他讨厌他的情绪发挥到极致嘛，然后在这个情绪的最高点上你收回能量，对吧？这个最大的好处是以后你再也不会讨厌这个人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除了你能收回能量，这是一个好处之外它另外的副产品就是你以后不会再讨厌这个人了。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为什么会
反复的去讨厌一个人，然后他还总是做让你讨厌的事情呢？原因就是你这个情绪没达到最高点。这是最大的问题。你总是体验了70%、80%、50%、60%，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没有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你总是不能淋漓尽致、畅快淋漓的状态，然后这时候你就总会重复类似的事情，所以说你的生活中就总哎，这事情怎么又来了？这个事情怎么又来了？对，是的，对，所以说你下次可以试一试，就是让它达到最高点以后，除了收回能量，它起作用，这个是以外啊，最主要的作用也那个事情。但是我要如何去做到呀？当你想去激发你的情绪到最高点的时候，你就去把那些细节的东西都调出来，就是把那些就是引起你情绪的那些事情，那样的一个情景嘛，当时发生的这件事情的情景，这些事情，然后把它想得栩栩如生，想得栩栩如生之后，你就可以，在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加一些戏，你可以加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很讨厌他，但是他平常没有做那些让你讨厌到极致的事情，但是这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为了调动情绪的目的，就把这个给它加点码加点戏，就是把这个情绪调起来，对，然后就等于说，我举个例子吧，就是你讨厌一个人，然后呢，他其实平常做那些事呢，并没有那么让你讨厌，就是很不顺眼或者看不习惯，但是呢，你想象中他肯定有过一些，或者想象中的一些让你不喜欢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说，你把你认为他可能会对你做的这些让你讨厌的事情，就是你想象中的事情，你把它在脑海里头想象出来，还原出来，然后这时候你的情绪就会激发出来，是一种，它是一个激荡的过程，对。就是让它自然的起来，不管，让它一直到极致嘛。对，一直到极致，然后你到过一次，就以后就好了。这个事情在你这儿就过了，就不会再发生了。对。就像你今天下午说的一样，直面恐惧。对，面对掉了，然后它就没了。对，恐惧也是一样嘛，就恐惧，最恐惧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也没怎么样，就是我们都是想象出来的，那些什么毛茸茸的怪物什么的，对，就是想象的。对，我还想问麦克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活在当下嘛，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嘛。对。但是要怎么样才能让自己能够活在当下？最简单，我们从3维的角度来说，就是你不要去想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为什么平常我们不能活在当下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记忆，然后我们有想象，这是我们2个挥之不去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记忆，对吧？所以说的记忆呢，如影随形。就当你遇到生活中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生活中坐在这里，比如说你要吃一个东西的时候，对吧？你正常的时候你会干嘛？你会通过你的人生经验判断，在你的记忆中调取类似的这个食物可能会是怎么样的。其实在你没吃之前，你大概有一个判断了，有一个主观的先入为主的东西了，对吧？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不吃某种东西，我就不吃这个，我就不吃那个，因为这个东西给他带来的是他那种不好的感受和体验。所以说这就是你的我们刚才说的前面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感觉，这是你的记忆在起作用。但是记忆呢，它必须起作用。如果记忆不起作用，我们在生活中是没法生活的。你连路都不会走，你连水都不会喝，因为这都是你小时候学过的，这些都是你记忆中的经验，或者是你积累下来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如果说我把一个人的记忆都清空了，那很多事情他可能就不会了或者说他就记不得了，或者没有人生的体验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就是说既很好的利用自己的记忆或者这些东西，但是呢又不让它过多的影响你对当下的体验。因为对当下的体验最主要的一个点就是不要让过去的记忆影响你现在的判断。就当我们吃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这样说可能有点恶心就是当你吃一个东西它很好吃，但是它给做成了粑粑的形状，颜色那个形状都是那个形状，你就不会吃。
对吧？因为你觉得东西那不可能吃嘛，对不对？就是你的记忆在起作用了，对吧？但是对一个假设没有这个概念的人，你知道小朋友小孩他是会玩这些屎啊玩尿啊什么的，他没有概念，他把那个东西抹得到处都是，他都自己都无所谓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限制性的东西。所以说当我们所谓活在当下，就是不受过去，我们先说过去啊，我们待会儿再说未来，就不受过去影响的状态下，我们其实谁都没有吃过屎，但是你会觉得屎就很难吃，对不对？还有，那你知道国外有些人专门去喝尿疗法，知道吗？他天天喝尿，对，但是别人觉得简直太恶心死了，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下就是抛开过去对这些事情所有的判断，不加任何的评判和判断，只感受当下的感受，就把它放在嘴里，感受一下什么味道，什么感受。那是臭的，或者是苦的，或者是恶心的，那就是你当下的感受，但是不是受过去事情的影响。可是我们很多人在生活中为什么不能活在当下？他一直在受过去事情的影响，对吧？比如他看见一件事情，他马上就升起了一种不好的心情或者情绪，因为他对过去的事情有类似的事情有记忆，这种事情不是什么好事，或者这种长相的人，或者这种行为举止的人就不是什么好人，他就开始加判断了。那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你活在这个当下的这个状态下，你知道它是过去记忆的东西，你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你必定要用它嘛。但是你要告诉自己，这就是记忆中的东西，那当下就是当下的，它俩并不相等，或者并不能用过去的经验代替现在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一直在代替，其实你没有做一个全新的体验，你用旧的叠加上这个东西了。是的，对，所以这是一个对过去来说。那对未来呢，就是我们活在当下中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对这件事情的未来不要加以评判和预设。可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一件事情就会问，对我有什么好处，对吧？能对我的身体啊、情绪啊等等啊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帮助啊？那就说的都是对啊，以后嘛。所以现在又多了一个词叫情绪价值啊，说没有这个价值还有情绪价值啊等等。所以它的核心就是对未来的一个预设和判断。那你现在在当下，你做一件事情，你预想到的未来的原因是你相信这个事情是有因有果的，就因果在你的认知里头是存在的。那你认为这事情有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果，所以你现在当下做的事情，必然会影响到过去的一些结果。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辞职了，对吧？然后你马上就会想到没工作了，没收入了，对不对？这是你的第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判断，对吧？这是正常的。那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人才，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在做人工智能啊，假设你是在做什么这些什么元宇宙啊、Web 3.0这方面的技术人才，或者芯片行业的这个专业人士，那你辞职其实对你来说意味着换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或者更高的薪水，或者更好的机会。所以说同样的事情都是辞职，那对不同人对未来的预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必然会对这件事情的未来会有一个想法。所以说当你辞职的这一刻，有的人就焦虑，有的人就开心，有的人觉得是机会，有的人就不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活在当下，你就被这个事情未来可能的判断呢影响了。那怎么才能活在当下呢？就是你值得里面他最后说的，进入了那个彻底解脱点之后，你就是完全的顺流的去生活，就是在活在当下。对，就是他后面说的，就是每天响应模式。响应模式打零工，然后生活给我什么我就。但是最后就会有活在响应模式，就会有很多担心呐，然后会有一些恐惧啊，就是那种不相信的一个，有时候就会觉得我今天我信任真我跟着他过，然后有时候就会有不相信的那个担心出来。对，
甘心跟他过别，最后连饭都吃不上了。对，我当时在里面说了一个练习方法，就是你每周拿出1天来。对，我听你这样说。对，试一下。对，也这样去做了。对，比如说你不可能天天都跟高我一起生活嘛，也不能天天都在架构2里头或者在彻底解脱点里生活。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比如给自己设定1天，比如说星期天一般也不用工作，也不用对家务星期六也做完了嘛，你就设定1天，我这1天就按照自己的想法过生活，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不管什么工作呀、收入啊什么这些问题，我只给自己1天，可不可以？这样就可以。然后你从这1天里头，那1天嘛，你就尽可能的更多的时间活在当下了，然后你就感觉非常好，然后你会发现，现在活在当下没有那么可怕，而且感觉是那样的一个自由和轻松。活在当下最大的感受就是无限的自由，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当你体会过这种没有限制的自由的时候，那就再也不想回到那种有限制性的生活里头了。被工作、被家庭、被社会的那种限制，哇，你就真的是受不了。然后你会自动的、慢慢的多过那种活在当下的生活，因为它会给你怎么说正反馈嘛，就你中间得到了一些喜悦的东西，或者是幸福的东西在里面。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活在当下只是说那里冥想，什么也不想，静静的、安静的那种东西，然后生活也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改变，那种活在当下就是偏狭义的，不是真正的活在当下。也就是换句话说，活在当下并不意味着你就能怎样，或者是你就能够不会遇到问题，或者不会遇到困难，是你不会把困难和挫折当做是一种困难，这样那边就会录进去。它是一个扬声器，只能像这样子。那个麦没声音了吗？好听没有？没事。它这个麦克风这样，基本上的感觉就是，其实我们人无时无刻都不是，或者说都不可能不活在当下，只是你的觉知力是不是在当下？就是我们说我们活在当下，对吧？那其实这个活在当下本身也是一个伪命题。你说我们要活在当下，那你的暗示就是说你现在没有活在当下。那你没有活在当下，你活在哪？你活在另一个时空，另一个平行宇宙也没有，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活在那儿。但是你为什么没有感觉到那种无限的自由、无限的那种感觉？因为你的觉知力没有跟上，你的觉知力没有跟着走，你只是说，你的身体在当下，包括我们的身体，它时时刻都在当下，它没有跟着你的思想，身体一直在当下，只是你的觉知力跟你的身体保持一致了，你就回到当下。这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让你锻炼觉知力、活到当下的一个方法。当你不知道怎么活在当下的时候，就不要用头脑，就用你的身体就行，身体就在当下，跟它保持一致，你就在当下。所以说，你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当下，但是你的思想不一定在当下，只是把思想跟身体合在一起。好，谢谢老师，谢谢，非常感谢。好。我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要交流的，都问过了吗？要是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看线上的小伙伴有没有什么要问的问题。线上可以连麦，线上要是有想问问题的小伙伴可以来连麦，老师可以来线上跟大家互动答疑。对，线上的他们能看到，哦，这里能看到。线上可以这样。因为我这边看不见大家的问题，缘起会帮大家。你们看吧，我这边看不见。好，大家啊、有连麦，稍等一下，好，看看。
我先按顺序排了哈，周。不用转过来，转过来。老师好，老师好，哎，你好。对不起，老师，我很高兴能跟您连麦，非常激动哈，没想到能有机会跟您说话。刚才我打了一个留言，老师讲老师的课没有全听，但是蹦蹦哒哒的听一些，就是很有感受哈，就是所以说一看到这个有直播就马上就点进来，可能跟您前面说的不搭嘎吧，但是就心里有一个问题，怎么总说活出自己怎么想的怎么做，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老是不把我自己放在最后一位？有的时候知道自己想什么想要什么，但也不敢去把自己放在前面去做，这是一。有的时候确实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是好像一个惯性，老是把别人的事儿，把别人的那个都给照顾到了，然后到最后就把自己给丢了。我这个怎么才能改变呢？觉得好难呢，就这么一点对我来讲很难。好的，谢谢。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先从最小。因为你现在想，比如说你现在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到底想怎样？其实你也说不出来，对吧？你说这不是你想要的生活，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生活？你一时半会儿你也想不出来，然后你会在惯习惯了现在的角色和身份，对吧？对，是。对，那其实破解这样的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最小的事情开始，一点一点的满足自己，然后感受到这种满足自己的或者是取悦自己的这种愉悦感之后，你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您说的我能够接受，能理解，但是问题是，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想要的，包括我的生活，我做的事儿都不是我想要的。那么你说要取悦我自己，那这些都打破吗？还是就这一点我搞不懂。打破，就是你要如果说现在的生活都不是你想要的，那你就如果不知道你的力量感够不够，或你的能量够不够，如果能量够的话，你就直接用威力支点去打破。当下威力支点那个你看到那儿了吗？个人实相本质里面有相关的这个介绍，还没有看到是吧？可能我需要再多学习，好像这个没有学到，因为我学的时间不长，而且也是蹦蹦哒哒的，我没有特别专心。总体来讲就觉得好像也总是被里边牵着，但是呢就没有自我，也就很难做出自我来，就这一步来讲这特别难。其实现在生活也不是全不好，但是经常会揪扯自己啊，我要活出自我，活出自我的时候就觉得我什么都不想做了，但是那又不太现实，就是这两个平衡点，就是不知道该听谁的那种感觉吧，这种感觉。对，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我觉得可能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就是一个妈妈每天呢要送孩子，给孩子做早饭，然后呢送孩子上学，然后呢要给老公做饭，所以说呢他们家他是起得最早的，大概每天早上6点多就来做饭，因为孩子7点钟做好饭，叫孩子吃饭，然后送孩子叫老公吃饭，然后他就日复一日这样的生活。那其实这个是他不想做的但是他一直强迫自己做，说那妈妈都是应该这样的呀，那做妻子都是应该这样子的呀。那直到有一天他实在是说那我就不做，那会怎样？他就什么也没做，他那天早上就也没做饭，为什么？然后孩子起来看，哎，妈妈没做饭，然后呢，那怎么办呢？就从冰箱里翻发现有面包就拿着凉面包喝了牛奶，然后就
那他也不去送他上学了，他们就去坐校车啊，或者其他方式。因为咱说的是一个美国的案例啊，因为美国有校车，也可以自己坐校车。然后等她老公起来看，哎，也没有早点早饭。老公说：“那我就走了，上班路上买了一点吃。”然后呢，他就从此以后他就不做早饭，把自己彻底的放飞和解放，可以睡一个自然醒的觉啊，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然后他后来发现也没有像他想变成了但他以前想啊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孩子也没人送啊，吃冷的食物会怎么样？没有，发现孩子很开心啊，很轻松，然后早上起来就这么处理一下，然后这样做了之后，从这个最简单不做早饭开始，他就找到了这种跟随自己冲动，过自己想过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转机的点，或者是一个转换的点。那从这一点开始以后，他的人生就开始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他越来越信任自己的直觉，越来越把自己的喜悦或者取悦于自己放在前面。而这里面呢，如果你长期不做这些事情，你到后期就不会做了，因为你把自己的这个身份都就是活成了这些都是别人的社会角色，你自己真实的身份没有了。对，然后你就不知道自己到底社会身份裹挟的，这叫勇敢一些。老师说的非常好，这是挺好的例子。其实这一点我当时做了真是围着家里转，然后每天都帮他们做。你说这点实际上也是共性。我这一步要是做到了，应该说，但是第二步呢，我自己该干什么，想干什么，这个我好像是不是长期的被别人牵着，这样你自由了，就自己找不到自己的自己那个点了。我不知道该怎么修。对，就刚才线下的小伙伴问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到底人生的方向是什么，到底应该做什么，就找不着自己的这个点，这很正常。我刚才跟他讲了，找到自己点的几种方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说你刚开始找不着自己的点是正常的，你现在不可能去在你现在的状态下去找到那个点的，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状态里头，你现在还在这种社会，我们经常说社会人的角色里头去生活。你先不要想你以后做什么或者怎么样，那都不重要。你先去选择不做什么。所谓的自由不是说是选择做什么，所谓的自由也是可以选择不做什么。你现在没有这个选择不做什么的自由，你先把这第一步做了，然后第二步选择做什么，它就会自动出来。如果你前面连选择不做什么的自由都没有，就不会有。就特别好。老师，我觉得我也就是最后一个点吧。比如说，您现在做这个，我不知道直播或者课程怎么样。现在比如说给您安排4个小时，那么之前你也答应了，但是您一做起来，您就觉得特别累，特别不舒服。那么您是已经答应的事必须要做，违心的也要去做，还是说我那会儿就为了我自己，或者是我想着我觉得我受不了，我当时就提出来不行，太长了，我做不了，我只能做最多3个小时。像这样的例子，您会怎么是爱自己呢？就说我可以说以前答应4个小时，你做不到4个小时，这不就违约了吗？这算爱自己吗？还是说你要咬着牙也要把4个小时做完？就不想做就不做，不用去。真的？对呀。连这个都算爱自己吗？对呀，那不然爱自己哪里体现？那我明白了。实际上，那么说，我现在已经做出一步我爱自己的，因为目前这几天我答应一个活动，我现在在法国，我现在答应人家做4个小时，就是连续，就是一天是8个小时，上午2个小时，中间休息2个小时，下午又4小时，我觉得特别累。当时他说着。当时答应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么累，我也没有多想，可能是我也没估计他们不停的这4个小时我很累。但是过了2天，我受不了了，我确实我也生病了，你看我现在都感冒了，其实还得了新冠了。
我也不知道是被他们传的还是怎么样，我觉得特别心情特别不好。当然昨天就取消了，新冠没办法就取消了，我觉得也是上帝保佑吧，要不我不得新冠也不好，因为就我的性格，我不可能说不行我不做了，我特别不愉快，我也是在那顶了3天了，应该是6天的啊，顶了4天了，应该是6天的，昨天最后一天，第5天，然后今天就休息了，所以说我心里也挺别扭的，你看答应的事儿没做完，所以说。所以说我今天要提这个问题。我问你的话，如果你不得新冠，你还得接着做下去？我肯定会坚持做，但是我做的特别不愉快。我从那录像中看着我的脸，我觉得很扭曲，因为我心里特别委屈，然后我就得装着笑脸，但是脸上我的眼睛不能说假话。我一看那录像，看那照片，我觉得哎呀，太惨不忍睹了。我就是被别人看的，我很不高兴的样子。我又别扭了，你看留下的照片，留下的印象，一看我就不高兴，确实我不高兴了。我里边不想做，但是我外边还得做，所以说这就是我的纠结点。我鼓足勇气跟您连线，我必须要问一下，我该怎么做？所以说，当你这样纠结的时候，你内在的自己就出手了，就让你得了新冠，然后让你不得不停下来，既顾全了你的面子。就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从楼上夜里我不好，你看我这人就是我住在人家安排的地方哈，我怕打扰人家，夜里我下楼想拿杯水，我没开灯，结果从楼上就是大理石的地面，我从8梯楼下我就直接倒栽葱摔下来了，杯子也碎了，然后大半夜我就躺在地上，我就说完了，我说。哎，动好像还是能动哈，至少还活着。那会儿我都感觉，我就觉得，哎呀，上帝在提醒我什么我不知道，反正肯定在提醒我什么，就那种感觉。结果我长那么大没摔过跤，我就觉得我简直委屈到一定程度了。因为你不爱自己嘛，他就会给你一个明显的提示，让你好好明确的明白自己。真是。那么我必须要发声，像这种我哪怕4个小时我做不了，我就对不起，我累了，我就说出来，是吧？对，是的，一定要说出来。好吧，你看这3件事，一个是让我得新冠就不能干了，一个是从楼上这摔下来了，哎，还好，我想，反正脊椎应该是有点不知道，希望没事吧，反正特别别扭，颈椎有点别扭，但是还是能动。除了因为我是用手吃饭的嘛，所以说我的手一点事儿嘛，就拿着杯子都粉碎，我的身上一点伤，一点破都没有，就是小脚痘，有两个脚趾肿了，但是我看看也不是那骨折，可能就是搓的。你想大理石地面楼梯从8层的直接8个楼梯咣咣咣摔下来，我能有这种小伤，已经真是上帝保佑了，真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今天能跟您说话，可能是上帝借您的口来提醒我，我必须要不顾别人的，应该抛开别人的爱，高兴不高兴，先把我自己，先爱自己吧，这就叫爱自己，是吧？是。谢谢老师，非常感谢，非常感恩，谢谢老师。好，那我们现在连下一位哈，下一位是安安。没有接上。喂，听得到吗？老师，是我吗？听到了，是你。是安安是吧？我叫向燕西，老师好。看过你的视频，特别喜欢你。然后我今天就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看过那个《你值得》这本书，上面他在讲那个清理疗愈的时候，疗愈清理的时候有讲过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你内在有一个事情一直困扰你，或者让你感觉到恐惧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就是说在你心里面过一道，把所有可能产生的那种感受体验一次。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也曾经想过，但是我就很恐惧，我就想如果把这个事情，这个恐惧，我最恐惧的事情在心里面把它呈现出来去体验的话，那不是说一切相都是心所变现的吗？那我把这个东西在心里面想象的话，这个事情会不会真的就投射出来？不会的。啊，因为当你在脑海中想象一遍它发生的所有的可能性，就是这个事情最坏的结果，你能想象出来，你都体验过了，你都完全的身临其境的感受过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它在现实中往往这个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这是第一。第二种就是说你面了这个恐惧，但是这个恐惧呢是发生在你的想象当中的，所以说它不会对你的造成那种你身体上的或者是实际中的真实的损失或者真实的伤害。就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想象你这个公司破产了这种，或者是银行账户炒股票赔钱了，举例子，或者是说这种事情，它是在想象中，但是那个恐惧感是一样的，是真实的。对，但是这个体验完了之后，它并没有对你造成真实的伤害嘛。但是这种感受体验，当你体验完了之后，那从某种角度来说，从灵性要上的体验来说，这种他体验过的东西，他在体验的那个兴趣就不大了。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当你真正的去直面这个恐惧的时候，当你直面这种可怕的事情，你发现它没有那么可怕。当你发现它没有可怕的时候，它也就不会再出现了，或者即便它出现，对你来说你都一眼一闭，对吧？改变了一遍，但是真发生的时候你就不紧张了。好的，老师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直面恐惧，然后我体验过一次，就是我对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恐惧，而且这个恐惧一直持续，在我心里面就是一直非常恐惧。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就是那种恐惧到无法再恐惧，然后我就说这个恐惧不是真实的，只有爱存在。当我就是一直直面它，突然有一个瞬间恐惧没有了，我升起了无限的那种爱的感觉和欢喜的感觉，恐惧一点都没有了，全身心是那种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就是那种欢喜，然后整个状态了嘛，那一天持续到晚上都是一种很兴奋的状态，然后我身体的细胞就是很大的震动，然后体验到了那种全身上下的那种很有就是一直持续的那种高潮的那种状态，那是那种状态特别好，我就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状态，然后我就想请教一下老师，这种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就是其实你看到了事情的本质，就是不论我们恐惧也好，愤怒也好，仇恨也好，它最终的核心就是那个爱。爱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基调。我们说，如果是感基调的话，它就是基本的基调。那个恐惧和愤怒都是这个爱的一种变形，就是爱这种情感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它是一种，当你通过你的这种直面这个恐惧，看到了它底层，不论多么恐惧，多么仇恨，它最后还是那个爱在最下面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那种那种感受，就你刚才形容的那种感受，它就会出来了。因为原来你是很怕的这个东西，或者你很痛的这个东西，那你突然发现它的底色原来是爱，它不是恐惧，是爱的时候，然后你的法喜就会充满全身，然后你其实这个时候你的频率就调成跟宇宙的频率是同频的了，因为宇宙的基调就是爱。然后你在同频的时候，你的整个身体每个细胞都燃烧，都跳动，你就同频了。对，就像你说的，像高潮的感觉一样的。我们在座的有几个，他们经常会这样就是一同频，他就会进入那种很法喜的这种状态。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在恋爱的时候会很开心？因为你恋爱的时候，你就在跟宇宙同频。
你在跟宇宙共振。所以说，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每个人体验过的人都能理解。而你体验愤怒的时候，体验恐惧的时候，它跟宇宙是没有同频的，所以说你就体会不到那种美妙的感受，这也是很正常的。就是当你能够通过恐惧看到爱，那就证明，哎，你跟宇宙开始同频，然后呢，感觉就出来了。那如果是这种感觉，就是因为很短，可能就是1天时间吧，这种持续的很短，就1天时间。那我想知道的话，就是说这种感受，这种不断的在生活当中直面这种各方面的这种超越，这种不断的超越这种状态，持续的到一定量，是不是就会可以达到那种这个叫什么，就是比上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解脱点的那个彻底解脱点，是不是这个意思？是的，就是如果你在生活中能够时时刻刻的保持这种状态，或者大部分时间都保持这种状态，你就记住那种彻底解脱点了。我们平常是在特殊的一些情况下，那你现在就是能够它需要一个情绪的推动。对，就是你刚开始那个前面的经历嘛，那是因为你恐惧嘛，你有恐惧的情绪在里面推动。那你在日常生活中想保持这个状态，你也要调用一些情绪在背后去推动它，不论是喜悦的情绪还是什么情绪，然后你最终通过这个情绪的能量，然后跟爱的频率共振。情绪是提供能量的，爱的频率相当于基调，然后这两个结合，就会让你比较长的时间处在这种状态下。当你能够以一个比较稳定的时间在这个状态下，能够进入理解到点的那种状态，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给宇宙，因为你发现宇宙到处都是爱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爱的，你交给他就很放心。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放心顺流？为什么不敢让生活安排我们每天的这些像打零工一样？我们不敢，因为我们怕，我们害怕宇宙是恶的，害怕别人对我们不好，害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性。其实它的最底层还都是善意。当你明白这一点，就不怕了。对，那像老师之前，因为我们不是也有学过那种，就是这个白日做梦他不是说把你喜欢，然后还有你感觉到你想成为的样子，就是说把它想出来，然后体验那种兴奋的感觉。所以我就会问出刚才第一个问题，那想要实现你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是在心里面想出来，那我就怕不想成为的想出来以后会不会也，那这两个事情又是一个会实现一个不会实现，这又是怎么理解呢？那你就是现实中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说他担心这个信念创造实相这个威力太大了，他就怕他万一想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嘛。因为你如果说了一个不好的事情，你还可以呸啊什么，写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还可以去改变，但是你脑海里的东西没法控制啊。而且有的人他就不如自己总是往不好的地方去想。对，既然信念创造实相这么厉害，那能创造好的也能创造不好的嘛，所以这就是一点在这儿是的，所以这里头的一个核心的点是，当你都明白这一切的时候，那你为什么还去想那些不好的呢？那你就有意识的去改变它。你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越怕那个不好的，对，它往往容易去实现，因为你关注了太多的精力。那解决这个事情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你只关注在好的事情上，就是忽略到你眼前的面对的这些困难现状。可能说，那我想很有钱，可是我现在看看我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子的，那你就很难嘛，你觉得自己在骗自己，对吧？那你这时候就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自己哪怕是在想象中，在脑海里，至少要过一下那个你想象中的生活，忽略到你眼前的现实。然后比如去旅游啊，去做一些这些调整都可以。好的，好，谢谢老师，那我挂了啊，老师。好的，那我们现在接下一位啊，下一位是微微，
的。喂，您好，麦克老师。你好，喂，薇薇。听到了，可以微微。听到吗？听到了，很清楚。您好，麦克老师，我真的很喜欢你。这2天一直在听那个，因为刚接触那个《灵魂永生》这本书，因为看不懂，所以从网上搜的解读，然后就搜到您，然后就一直在听，这几天不间断的听。然后我昨天的时候听到那个罗的第一次出题体验，然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也有那种，但是我自己分辨不清楚，因为我就感觉自己是就醒来，但是从另一个屋子醒来，然后去卫生间，然后我就打不开手机，打不亮，然后也打不开灯，然后我当时特别兴奋，特别高兴，然后我就想，难道是我出体了吗？然后是那种感觉特别兴奋，我就想的因为当时感觉意识特别清楚，然后就说我是不是可以就是随意去见我想见的人？然后我就想，那我去见我妈妈干什么？我想想我妈妈在干什么？然后突然之间，但是我就坐到了客厅上，然后我妈不是很喜欢打麻将嘛，然后旁边就有2桌人一直在打麻将，然后电视也开了，然后就播放的画面，我也不知道是广告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特别激动，我就很想找那个，我妈妈的存在，但是，当时我儿子一咳嗽，然后我就醒了，我就突然醒了，但是我又感觉我没睡着，就是迷迷糊糊的状态。我想知道这是我什么状态呢？还有就是前段时间我就是做那个21天冥想，我一直在做，就是每天冥想，有时候自己心中闪现的画面，然后比如说云彩，比如说我今天冥想到有飞机，然后我就能看到天上的云彩就有飞机那种形状。但是我听老师解读的就是初期不要过度的关联这个自己的状态和那种宇宙的连接或者是什么，是我自己过度关联了，还是我可能真的是体验到一些这种神奇的感觉？对，我先从我们倒着来回答你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确实生活中都是神奇的东西。等你具备一定的能力或者你的内在感官在开到后面的时候，就是你就可以跟你周围的环境和气候或者天气发生互动啊，这是很自然的。我们经常会改变一些事情，然后就会发生一些传说中的神奇的什么呼风唤雨呀，什么这些事情都可以发生。但是我们不要去过多的怎么说期待这种神迹或者这种神奇的东西，它就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就是你的环境是呼应你的内心的变化啊。当你随着内心的变化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变化啊，很自然。就比如说我们昨天在吃饭聊天还说，就是说我们就比如说我来到深圳以后，就天天都是艳阳高照，没下过一天雨，没有什么，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深圳以后天气都是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很洛杉矶，你知道吗？这种天气就是洛杉矶的天气，天天都蓝天白云的这种东西啊。然后我前段时间在江浙一带啊，那时候在5月份的时候应该是有梅雨季的，4、5月份、5月份吧，梅雨季，对，很严重，他们说都是。但是我在那的时候也是没下雨，就是今年的梅雨季，后来听他们当地人说就已经过去了，就是没有梅雨了，就是这个季节就跳过去了，就很奇怪。所以说我想跟你说的意思就是，包括我们很多线下的一些我们的那个教师内训的小伙伴他们都是有这样同样的感受啊，很正常。这是包括你说的飞机啊什么这些的啊，都是很正常。但是你不用过多的去在意这个东西，就是它是随着你的心境是改变的。这是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上一个问题是说你在梦中出体的这个事情啊，那是一种出体，但是基本上是在梦中出体的一种状态啊，不是那种纯清醒的出体啊。虽然你的意识是很清正常的，但是你是在梦中的这种状态啊实现的。也就是说，你看赛斯的书
看到罗的那种出题体验，它会激励你或者激发你的一种同样体验的产生。在赛斯在后面的书里头，有人问过他，就是说，因为他在美国出版了很久嘛，他从70年代开始出版，很多读者写信就问，就是为什么你这么大的能力，为什么不给我们写一些怎么练习这些能力的这些法术的东西啊，练习这些神奇之道的东西？然后赛斯的回复说，我的这些资料不是让你练这些东西的，对吧？这是他说的第一点，就是你不要把我的这些书当成去练习这些神迹的这种方法或者工具书。然后他后面接着又说第二句，但是你看我的书确实可以获得，自然就会获得一些神奇的东西。然后他第三句又说，那我的这些书又有哪一本不是带给你神奇的呢？换句话说，其实你就仅仅像你自己的体验一样，你仅仅去读或者仅仅去领悟和理解它，你就可以达到一种平常生活没有的那些体验，很正常。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不要过多的执着，就是不要太多的去执着在这些地方上，说哎，我为什么还没有这个能力？我要有这个能力就好了，那个能力就好了。不要刻意的去做，就顺其自然就行了。如果他来了就来了，他没来就没来不用刻意的去做。但是来了你就好好体验，就像你的这个状态就很好，很好奇，很兴奋也不紧张，也不害怕，就是想好好感受一下就很好，就保持这种状态就可以。那你前面第一个问题我忘了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你还记得吗？是应该是保持平常心，还是那个麦克老师已经给我答案了？谢谢麦克老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微微。好的，谢谢微微，感谢老师，感谢主持人。好，再见。我们再连下一位啊，下一位是曼华老伙伴了。曼华好，轮到我啦。轮到你了，是那个麦克老师好。那个自从那个梦演化那个课结束了，就没机会跟你连麦了，所以今天一直播我就守在这儿，然后那个举了个小手。然后呢，就是我最早在 QQ 群认识到您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诉苦嘛，然后让我做21天冥想，然后我就坚持到第5天，我就再也不坚持了，我觉得我是做不下去了。然后这个应该都时隔有1年多了，然后我后面又做过2次，但我都没有坚持下去。这段时间呢，我开始做21天冥想了，这已经是做集体冥想的第2轮第15天了。然后我发现我发现自己其实是有很大的那个改变的，就是整体的状态，还有就是就整个能感觉到周边的环境，包括家庭的环境和同事的这种关系都会有改善，那个觉察力呢也会有提升。当然我刚看了一下，银行卡没有平白无故出来钱然后就是这些都有一些提升。然后我把那个个人实相本的那个书呢，我也打出来看了一遍。之前因为都是听，但听了就老是听就开小差。这2天呢是在把那个灵魂永生的书又打出来，同步再看，然后再做21天冥想。有时间的时候呢，我还会去重新去听那个就是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当然可能我又会陷入对自己的评判了，就是我感觉我好像学啥都没有那么的用心进去，就是还是有点浮在那个面上。就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包括做冥想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虽然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小的那种巧合出现，比如想吃葡萄呀，葡萄来了。昨天晚上散步的时候想吃西瓜，西瓜就来了，也会有这样的小小的事情呈现，但是就觉得自己还差那么一口气。还有就是老师就是之前就回答过我的，就是找自己喜爱的事情，不给钱你也做。那我没有不给钱就愿意做的事儿。
我确实也会用那种我没有办法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我可以去拒绝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呢，我能够做到。但是就是今天其实也有大家反复的在问，就找不到自己喜悦的事情。我觉得我还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给钱干不给钱也干，这个事我肯定做不到。那生下来就能知道自己干嘛，这点我也做不到。那生活中一点点满足自己的一些小的兴奋点，我有在做。我想买个鲜花，我就买个鲜花，这个我也有在做。我不知道这会持续多久才能够让我就觉得我也不能就一直这样子，就碌碌无为的那种感觉嘛。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负债的这个问题，我之前是出于对负债的恐惧，我现在还负债，但是我最近这2天升起了一个想法，我怎么感觉我好像不想赚钱的原因就欠着吧，欠钱了就没人再来骗我了。那些骗过我钱的人呢，他们看到我还负着债，然后也不好意思来骗我了。我欠了钱，别人在跟我推荐东西，我就说我不要，因为我反正买不起。我不知道，我感觉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也不想去赚钱。我就有点迷惑，有点像汇报工作一样的。谢谢麦克老师。非常好。就是说21天冥想你做了几次，然后今年才开始真正开始做，而且完整的做了一遍，也发生了改变。那我们先说这个21天，为什么要21天？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点，说19天行不行？这个其实没有一个确切的东西，但是21天呢是在心理学上或我们在人的认知上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习惯养成，还对自己新身份的认可。我们21天的丰盛这个冥想，它本身就是一个，等你学完之后，你整个人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啊，就是一种全新的变化。那在这种过程当中，你这种全新的变化，一种新的自我的出现或者新的人格的出现，你需要有个21天的时间去接受它和接纳它。如果这个时间太短，你自己都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这个21天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时间，包括对你的新的信念、新的认知和新的人格的一个认同。比如原来你认为自己是负债的，那你21天以后，你可能就改变了这个信念了。所以这是一个21天要做的这个原因。那另外呢，就是有时候为什么做的效果并不好呢？可能有时候我们生活在原来的环境和这个现有的这个状态下啊。那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前一段一直在做这个线下课的培训啊，我们做了4个月的这个教师内训，4次教师内训，然后效果也非常好。那我们就把其中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内容和课程呢，我们也做成了一个暑期的一个课程。在暑期课程里头呢，就是可以让你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脱离开你旧有的生活模式，你这个时候一个新的身份或者一个新的信念的植入才会更有效。如果在你旧有的身份里头、旧有的生活环境里头，你比如说你是妈妈、是员工、你是谁谁谁的女儿等等，就这种旧有的社会身份会让你新的身份的植入难度会加大很多，因为旧的也会拉扯，说我还是谁谁谁啊。因为你刚给自己植入一个很正面的信念的时候，然后你一到现实生活中又啪啪又打脸，就把你拉回到现实生活中，你生活就是这样子呀，你面对的困难都是这些啊，你怎么能够像阿 Q 一样不认这些东西呢？所以说你的新的东西还没有建立起来，旧的东西又把你拉回来，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很拉扯。所以说我们就会有一些线下课程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我们经过了自己的亲身的体验和验证。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在你说的这个丰盛之旅，我们有个深度的丰盛之旅，就是对那些真正有时间的、真正想去改变自己的一生的、真正愿意为自己改变一生做出付出和抽出时间的，那他就可以到一个线下的环境里，在一个非常好的能量共振的场域里头，完全脱离开在那里头可能效果会更好。对那些自我的控制能力不够强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法。所以说回到刚才你说的21天丰盛之旅的这个状态，然后至于说你找不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有一些对于负债的这些观点和看法，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点还是说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认知
我就给你举一个，就是我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销售人员，他是一个做销售的，那他是按销售提成的嘛，他就是销售员都是有这个提成的。然后呢，因为他在一个小地方，他销售做得特别好，比如他一个月做了5万的业绩出来啊，每个月的业绩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做了5万的业绩。然后这个公司呢就觉得，哎，这个人在这么小的地方都能做这么好的业绩，那就把他提上来，给他在更大的城市或更大的市场，他是不是就会做得更好？就把他放到更大的城市、更大的市场那里头，他还是做5万块钱。然后就很奇怪，说他可能是没有机会发展好，就给他换了一个更大的市场，他还是5万块钱的业绩。那这个公司说，这个人呢，要不给你放在一个全公司最差的那个地方去，还是5万块钱，他到哪儿都是做5万块钱。对，这里头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他对自我的一个认知，他认为他自己就能做5万块钱，5万块钱是他的销售的上限，他觉得。所以把他放在一个小地方呢，他就拼命的做，他就使出他所有的本事啊，要做到5万。他做到5万之后呢，他就不想做了，他觉得做到了，做够了，他觉得他就应该做5万。甚至更极端的是，比如在很大的市场，他其实那市场远远不是比这个规模大，他会生病，你知道吗？他会突然发现奇怪怪的病，做不了了，请假，就只能做5万，就是我就举个例子想告诉你的是，其实你对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也是很关键的。你觉得自己能做多大，或者你觉得自己能做出什么业绩来，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点呢，都存在啊，也需要更深的一个学习。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点，都是我们后面要去做的新的课程，就是在赛事资料更落地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开一些，就是因为赛事资料确实太难了，对很多人来说，解决生活问题上他找不着着眼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然后我们就下一个课程，我们21天心灵美容术开始啊，这本书也是赛斯亲自推荐过的一本书，然后在全美国、全世界啊，已经卖了3500万册，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书。但这本书是一个超灵性的书，但是很多人是把它当成一种心理学的书来读。然后呢，他并没有完全领会这个书中的真正的改变自己人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些真正能够灵性学习完了以后，把自己由内而外的改变真正带出来。就是我们这次最明显的就是这次线下的这个教师内训有很多照片可以对比啊，就是他的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和状态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基本上很多女生都年轻了，男生也是变帅了很多。你看这在座的很多都是典型的案例啊。对，还有一些女生也是，就是她的年龄你就不敢问她年龄啊，你都不知道她多大，不敢问。对，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这种变化为什么叫21天心灵美容术？因为当你内在改变的时候，你外在就会自然而然的改变，这是很正常的。你的内在的改变决定了你外在对自己形象的认可，而我们要通过一个21天的持续不断的一个练习，让一个人真正发生了改变，而不是说像很多女生要去做什么整形啊、医美啊，给自己做脸上啊、身上啊动刀子呀什么的。我觉得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的。其实你真正应该做的是心理上的美容，你真正应该做的是在心理上真正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而不是说外在的改变。所以说这是你说的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很多现状还没有改变，那就是你对自我的这个认知还需要做一个大的调整，而不是说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是随大流电械做什么也做，但是并不做根本性的改变。所谓根本性的改变，对自己的自我认知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把以前的旧的自我认知变成一种新的自我认知，这样的一个调整要做。
然后它会发生你想要的那些改变。简单来说，每个人只能活成他自己心目中的样子，他活不成别的样子。可是如果你心目中的样子就不够好，那你就只能活成这样子。那你自己在自己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指的不是那种夸大的，或者是自己都不相信的，是你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相信你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你就一定能活出那样的人。就这个是最大的关键。那我们就想通过21天的持续的练习，让你能够真正的形成一个对自我认知的一个全新的改变和升级，然后带来了外在的改变。所以说我就是想跟你分享的就是第二个这一点。好的，谢谢曼华。谢谢麦克老师。就是那个21天那个什么心理的那个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我其实对最近这个线下的课，怎么说呢？我开始推出来我还有点小抗拒的。我说实话，我会有点小抗拒，因为我会觉得我去不了。然后我就觉得不管是时间还是经济实力上面，我都认为他一下子就把我挡在外面了。就我抗拒了好长时间，我才慢慢调整过来。我就会觉得我这去不了呀，这个心灵家园刚推出来的活动没有一个我能去得了的，我就这种想法还抗拒了有段时间，然后还谢谢秋风经常给我做思想工作，才慢慢调整过来。是的，线下的课程它主要的点就是我们通过线下的这个体验嘛，就是我们线下的活动，我们4次课嘛，一共是有167个人吧，还是168个人。然后我们线下最多的时候是100人，那线下我们同时开人，当时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的反馈来说，所有参加过线上和线下他都参加过的人，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就是线上和线下好像上的是2种课一样，2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线下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场，就是很多人在一起聚在一起的这个能量场达到的这样的一种场域状态，是线上不具备的。那刚才第2个点就是我说的，在线上的时候，因为你在原有的生活状态里头，你没有离开原有的生活那个场域，你还在旧的场域里头，旧的能量场里面，那个场域对你的影响仍然施加着影响。你很难如果当你做信念改变，或者是人格调整，或者是一个完全的全新的自我升级的时候，那旧的场域对你的影响没法去除嘛。那你说句直白的话说，你之所以过现在的生活，就是由你旧有的环境和旧有的这个想法信念带来的。那我们现在既要改变你的信念，但是你又在旧的环境里头，那它对你的影响又很大。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只能在线下才能去达到最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后续也会开线上的课，就是并不是说不开，只是说我们会把线下的这些课程，我们把一些精彩的这些东西，我们会把它剪辑做成线上的版本。那在以后会做线上的课程，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那线上的版本可能会便宜但是效果肯定是要差很多，这是事实，我们已经验证过。我们原来也想，因为疫情嘛，也想线上开，效果是不是更好？可能少了旅途劳顿，那个费用也会减少很多嘛，因为线下毕竟还有吃住行住宿等等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最后经过的评估，大伙儿的感觉是，那要想达到心灵家园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效果，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直接用它的效果来说话，那我们就选择了线下的这个课程。就像我们3C资料也好，我们课程分享也好，其实已经学了很久了。那我们其实带着大家这么长时间来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活出来，能够体验出来。所以说我们在深圳呢也组织了一些，就是我们每周有一次的一个实修课、实练课，就是我们明天周日下午开始，就是要带着大家做一些练习和实践，不是说我们只是学一些理论上的或者是文字上的东西，身体上的或者能量上的，或者是认知上的一些学习和练习是需要的。那我们经常在
各种场合跟大家反复强调，那我们学习的核心，不论是普通生活还是灵性的学习，你永远是在智慧，也就是认知、能量和体验、实践这3个方面是轮番的螺旋上升的。那我们现在是学赛斯的话，是智慧足够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在生活中的改变不明显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能量不够，能量不足，你的能量不足。我们都知道，你显化事情，你需要除了有信念，需要加上能量嘛。你在那个你值得更好的生活里面，就是我们能量不足的时候，你再好的信念，它显化出来的时候，它的力度都是不够的。其实，但是关于能量的练习，确实又很少有人知道该怎么练，没有一个系统的方法。所以说，它在现实中啊，就像你的这个感情，我们信念有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来。就是能量和实践，实践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自己。那你看书的话呢，它只是说一个针对所有人的问题，不是针对你的。可是针对你的问题呢，书里头可能也有，但是可能你就是看不到，你就是看不见。那非要到别人针对你的事情给你说你这个问题卡在哪里或者什么的，你一下才能明白。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从认知到能量到实践的全方位的一个提升。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那线下的话呢，我们也会有这些，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号也会有答疑。我们计划是从下周吧，或者我们在计划我们开始这种线上的这种视频号，也跟大家保持互动。大伙在学习啊，或者是在这个生活中啊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有交流。我们会邀请一些其他的，我们已经就是即将参加过教师内训的一些老师呢，跟我们一起互动。那他们也会分享一些他们的体验和感受，也可以通过他们自己实修的这个过程的分享，能够可能帮助那些走在这个实修的道路上的这些人，他们得到一些借鉴或者一些帮助。所以这就是我们后续想做的一些事情，希望能够真正的能够通过学习改变大家的生活，而不是学了灵性学了很久，或者学了赛斯教学了很久，生活还没有根本的改变，还是像以前一样用不出来，这个就没有什么实际的，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实际的改变。我们不想这样，我们想真正的让它走入我们的生活，真正去过我们想过的生活，用信念创造实相，把信念创造实相这句话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每个人都可以去拿来用的一个实践的工具。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像曼华这样，如果你现在带孩子啊，或者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啊，你可以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有线上课程，然后前面我们还是前期是以线下为主，这样也希望你能理解这样的一个初衷和设计。我理解，我其实知道线下的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的。我也像我这个性格，我也想去参加，但确实是现实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就想，我前2天的纠结大概不是纠结这个线下课程费用高，是纠结我自己为什么去不了。那我在去不了的前提之下，就先在线上就是跟着大家，比如说我做冥想呀，我就觉得先把这些不落掉的，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向前走，虽然走得慢一点，但早晚能够追到你们，跟你们去参加一起这样的一些课程也好，什么也好，也欢迎麦克老师把线下课程弄到苏州来，这样子的话呢，我运费就省了，不对，差旅费就省了。好，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也不能说太久，留给下一位。谢谢麦克老师，祝你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好，谢谢曼华。好嘞，谢谢曼华。然后我看我们的公屏上有好多小伙伴在问我们的课程啊，关注我们的高维意识的公众号，包括我们群组的一些通知。然后我们暑期陆续会有很多精彩的课程，比如21天真爱之旅啊，然后还有那个我们的夏令营魔法夏令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这块，就是后续包括我们深圳
深圳社区这块也会推出很多线下的，包括线上的一些直播活动，大家多多关注，后面会找到一款适合你的哈。好，我简单介绍我们这个暑假的课程，大概就是现在分4大类，基本上是。那第一大类呢，就是夏令营的这块儿，夏令营这块儿是我们针对我们学习灵性的这些家长的小孩子，或者说针对那些想开发孩子的灵性的这些家长，那他就是想把孩子的天性给他保护好，然后把他的本来就有的小孩的灵性本来就是开着的，就给他相当于给他做了一个保护罩式的东西，让他不会被现实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的这些世俗的东西给他破坏掉啊，让他一直保持到他的灵性的状态非常好。那我们就做的是这个魔法夏令营，让小孩子从小就会学习到、体会到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神奇的魔法啊。所以最神奇的魔法不是别处，就是自然。自然和生命就是最神奇的这个魔法啊，所以说你不要想到魔法就觉得很神奇啊什么，不是的，我们大自然难道不神奇吗？你看看你周围的所有的一切，哪一个不是神奇？包括你现在的生命，你现在的存在都是神奇的体现。所以说我们的魔法夏令营其实就让孩子有正确的认知到自然就是最神奇的，然后生命就是最神奇的，让他有一个正确的自然和生命的价值观。所以这是我们魔法夏令营，当然会有很多好玩的一些练习，让小孩子掌握一些最基本的，比如说他能够在他的年龄段能够理解和掌握的一些小小的一些魔法，然后增强他的信心啊，对自己对这种超能力的认知啊，关键是保护他的想象力，这是一个夏令营的内容。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的很多丰盛之旅的，很多人在家里做了这个21天丰盛之旅，但是有的人效果好，有人效果不好，我们就要结合21天丰盛之旅，再加上一些很多非常有效的工具和练习，在这21天里头，让你发生一个彻底的人生的改变，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那我们也会分3期啊，每次是7天的这样来开启的一个过程。那还有一个就是生命的深度之旅啊，就北纬30度线能量的一个生命深度之旅。那这个呢是针对这些有一定学习经验的，就是不是初学者，就是比如说学赛斯学了1年了，然后这些知识这些东西都已经很深入了，基本上赛斯的这些内容和课程都已经学过了，但是没有真正的活出来。它其实是我们教师内训课程的一个简化版啊，因为教师内训的课程本身难度是非常高的，但我们会把它做一些简化版，再逐渐的把大伙都带入到或者引入到一个更深的领域上，所以我们叫做生命深度之旅。那这是一个课程，那还有一个课程就是真爱之旅。真爱之旅是很多人就是想活出真爱的状态，一直找不到真爱的这种感觉。那在生活中也是在个人家庭生活中都是这样的问题。那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活出自己的以后这个状态里非常好解决。我们这次教师内训里头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主题的内容，但是即便如此，有很多人在这里面都找到了真爱，就短短的就是几次课程很多人就是从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他就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原因就很简单，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他自己活出来了，他变成爱本身了。他的那种爱是纯粹的，是付出的，他不是索取的，不是像社会上那种人是因为缺爱在这找爱，因为我需要别人爱我，我需要别人照顾我，没有安全感或者等等，它是一种缺爱的状态。而当你活出来的时候，你是一种真爱的状态。真爱是什么状态？就是我的爱是满意的，我就是爱本身，我跟你在一起，我只有无条件的付出，我没有任何的索取，我没有任何的要求，因为我本自具足，我不需要，我具足，我就是爱，我还有什么需要的？当你活到这种状态的话，你想不恋爱都很难，因为所有人都需要你，所有人都喜欢你所以这是我们这次暑假可能会开的几门课，然后回头我们会在公众号上会有相应的介绍，具体的内容吧，我们今天只简单的说一下，是大致的安排好的，谢谢老师。我们接下来看
我们是9点半结束，还有20分钟，还有小伙伴要连麦吗？好的，高海鑫。你好，麦克老师，好激动啊！你好，你好，海鑫。你好，没想到终于连上了，我连了好久。那个我是，对，那个我是那个就是赛斯书就是一个朋友推荐的，然后我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接触了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高维意识的公众号，里面的那个 Helen 老师讲那个有声书，我可能就是因为听的时候就每天戴着耳机从早听到晚，有的时候那个大脑杂念也很多，可能也会听漏了，但是就感觉听完特别舒服。然后那个就是我现在的那个状态呢，就是很想觉醒，但是呢又感觉自己又很迷茫，然后尤其是这2天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受到内在的一些情绪吧，就是总是莫名其妙的就想哭，就觉得自己一个人来到这个3维世界到底是干嘛的，就是总是这种悲伤的这种情绪，委屈的情绪特别多，所以今天就想跟您连麦，就是想听您给我一个开示。是的，就是我们很多人这个还就很多的时候，就是当他开启了这些灵性的探索和旅程之后，那他会想，那我明明是具备了一个很高的灵魂，从那里来到这个3维世界，那我来干嘛？我为什么把自己的能力都封印了？我本来是无所不能，我可以试任何东西，我可以试一切万有，可为什么我现在就只能被限制到这样的一个肉体或者这样的一个3维时空里面做这样的生活？那我们或者这样的话，就像你刚才说那种委屈感会有，或者会有这种感受。而且在生活中，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大脑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幻象啊，包括一切都是自己创造的，外在都是自己投射的一个镜子。但是就是遇到这种生活中啊，就是包括烦恼呀，然后那种情绪啊，就是控制不了，然后那个所以就是当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自己回头呢又会愧疚，然后又会懊恼和无力感，就会觉得自己怎么就是吵架，就算是我吵赢了，我也会愧疚。然后呢，我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吵输了，那我会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所以就是生活中的这些事情，就是在当下发生的时候，就是那个愤怒啊或者什么的，就诸多的这种这种情绪，就感觉自己学灵性就是学了这么久了，然后就是也没有活出真正的这种爱吧，就是这个爱也满不出来，就是也没有办法去真心的去爱别人，就是这种状态。那爱自己吗？就是很想爱自己，但是又不知道怎么爱自己。其实我内在对自己也不接纳，有时候对自己还挺评判的。对呀，其实根源在于不够爱自己，所以说你不够爱别人嘛。对，就不要评判自己。你想，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你是从一个很高的能力到了一个到处受限制的这样的一个物质世界来，那其实你是带了很大的勇气，而且你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是接纳你、包容你。当我们从妈妈的肚子里去，你对这个世界其实陌生，但是你会知道有人会爱你，你是带着爱出生的。我们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活的。来的时候就是因为爱而诞生，那你来的时候为爱而活，你就创造爱，寻找爱。所以说，爱是我们这个社会对我们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你跟别人吵啊，或者争吵啊，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当你能够看更高一层，那你会满满的感激，或者是那种感恩，或者是这种爱的流淌。但是如果你还能看到这些冲突，或者那些不满意啊，或者想跟别人吵架啊，不论吵赢了也生气，吵输了也生气啊，那其实的核心的点还是说你还是在意这些就是爱之外的东西，你更在于谁对谁错，谁好谁坏，然后谁说的有道理或者怎么样的。那如果你真正的感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过程，和你真正能够看到他们分享的，你看到的这些恐惧和仇恨背后，它也是爱的基色的时候，那我就会告诉你，没有这种争吵，也没有这些你经历的这些事情。所以说前提的是放松。那我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真正的成熟起来？其实我能感觉到自己是不成熟的，包括外在对我的评价也是，就是说我是那个孩子气，然后包括内在小孩是没长大什么的。我也很想让自己成熟，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成熟啊。不是你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有智慧。保持孩子气，保持内在小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非常好。你的点是没有完全的活成内在小孩，也没有完全的彻底的像一个孩子一样的生活。如果你真的像孩子一样，那你就是非常好。但是你可能为别人评判嘛，你刚才说的话的意思就是别人说，哎呀海鑫啊，你现在怎么像长不大的孩子一样啊，你怎么都这样啊，你都等等等等，然后你就会受他的影响。对，你现在要做的是坚定的做自己，我就是个孩子，我就是个小孩，我就要过孩子一样的生活，对吧？孩子的生活有什么特点？你发现孩子的生活有什么特点？孩子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孩子承担责任不用，小孩吃饱了睡饱了，长大一点就完了，他很快乐。可是我们就把自己责任背到身上，然后还特别的沾沾自喜，说你看我这个人多么有大爱，我背负这么大的责任，然后我为家庭为孩子为什么，然后等等这样子。但是其实你最应该负的责任是对自己负责，不是对别人负责。你总想着为别人负责，然后把对别人负责把它偷换概念转移到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投射上，等于说你转了一圈，何必呢？那你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对自己负责？那很多人会说对自己负责或者只爱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这是他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当他没有这样生活过的时候，他会这么想。当他真正的完全的接纳自己爱自己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更爱别人，或者他才可以真正的去爱别人。而以前的所谓的责任感也好，所谓的爱别人也好，是他带着很强烈的委屈、不甘和那种情绪在里面，他不是全然的真正的爱别人，他是为了这份责任、这种社会上的面子、自己的身份等等在做这些事情。而当你先开始爱自己，通过爱自己再转到开始爱别人的时候，那种爱才是真正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别人。所以说核心点对所有人来说，最开始的就是先把爱自己做好啊，这一点做不好，那你后面的那些问题都会出来，都会反复，包括吵架，你刚才说的跟别人争执啊等等。好的，谢谢老师，非常感谢老师，我知道了。好，谢谢海鑫。海鑫可以看一下我们高维意识公众号有一个高频对话的那个栏目，老师当时是跟周周有专门讲怎么爱自己，包括如何做高频女人，我觉得这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帮助，你可以去听一听。好的，好谢谢。没事，好的，再见。再连一位，最后一位小伙伴了吧，叫陈颖。真好，是我。麦克老师好，我是从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看您的一些讲解，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各种练习都有做。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关于我自己，我会觉得我在思维上面的一些知识的话可能是足够的，但是在实际在去实践的时候，会有一种前面一段时间还挺有激情的，到了后期就提不上劲了，就很多事情都有这种感觉，就可能是那种做到60%左右就后面没劲了。这种情况应该要怎么样去改变呢？那个事情是你不想再做了是吗？前面性质冲突。对对对，可能是那个力量感，我觉得可能是力量感不够，就感觉好像没有力量了，或者说那种后劲不足的感觉。那个事情并没有如你所愿完全的实现是吗？对对对。我做到了一半或者这种感觉，不甘心，但是又不想再继续做下去，努力的感觉。也有可能是结果也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点，然后就反正就是上不去。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呢是自己的力量感，这里面其实能量还是不够或者不足。当能量足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正的去调动你所有的这些资源，包括你外在的资源会被你吸引过来。但是当你能量不足的时候呢，你影响的力和影响的范围就是有限的，就是你想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一个人都做不了，要更多的参与，可是自己的这个能量的量又不足以召唤更多的人，或者吸引更多人进来啊，所以这是一个点。这样的话呢，效果就不如你所愿。那不如你所愿呢，你的这个兴趣就慢慢就既然也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结果。对，所以说这种事情的最简单的解决，先把事情归拢一下，少做一些，就是从一个最基本的，或者说你最想实现的事情开始。比如说你现在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有3件事，那你先把3件事情排个序，只把最想干的事情那2个先放一边，就不要同时去做3件事情，只做1件事情，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要大胆的说出来，去讲出来，跟你周围的人，跟这个环境啊，你就大胆的像宣誓一样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怎么干了。就像我们心灵家园现在要干事情，我们就大胆去干了，要召集起来，我们要一起做事情。就这种的语言的力量和你的这种去公开去宣誓的这种力量大的，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利用，这样的话呢，跟你同频的人就被你吸引过来，跟你一起做事情，做你想实现的目标。第二个这个方法。第3个方法呢，就是你要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把这个事情尽可能做得好玩，不要把事情做得太一本正经，或者太严肃，或者太目的性太强。就是我们今天的电商，就是你要这个过程其实更重要，你不要为了那个目标去做，说我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你要去享受中间的这个过程。怎么享受呢？就是你把这个过程中的很多事情，把它变成一个好玩的事情就不要变成一个很专业的，或者是很枯燥的，或者很你认为很严肃的事情。好玩是这件事情能够持续下去的根本。如果事情不好玩，不论是你还是任何人都做不下去，对吧？所以说你看到现在像那个马斯克，对吧？伊隆马斯克他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什么上火星啊，看这个火箭发射呀，都是他的。如果你让他做一些，让他做一个投资公司啊、基金公司啊，专门去炒股票啊，他不感兴趣，对吧？他对什么把大脑上传到云端啊，什么脑机接口啊，这些人类先知的或者新鲜的东西，他特别感兴趣。换句话说，他找到了那个兴趣点，你呢还没有找到那个最大的兴趣点，那你就去逐渐的去挖掘，从这里面去找，他的是多好玩，大脑上传到云端，火星探索，
什么星链系统啊，什么自动驾驶汽车呀、什么什么的，火箭发射来回自动回收啊，这些每一个都是很好玩的。就第3个方法就是把你做的事情变得好玩，这样你才能。我基本上是这样一个产品定义吧，看哪个适合你。好的，非常感谢麦克老师给的3个方法，我会去运用起来的，感恩感恩。好，谢谢。好的，好，谢谢，那我下线啦。谢谢陈颖。然后我刚才在公屏看有小伙伴在问，这次有回放，就是我们视频号直播结束之后会自动生成，然后老师的同步的油管他的 YouTube 频道那个美西地产吧，也在同步的直播，大家都可以去看回放哈。现在还有4分钟，现场还有小伙伴想互动吗？还是线上还有小伙伴想互动吗？还想让老师再介绍一下课程，老师还想再介绍一下我们暑期课程或者心灵家园介绍一下课程，或者心灵家园都可以。好的。简单说一下，因为这个，因为今天不是介绍课程的时间，对，就是我刚才介绍了4个课嘛，那我们后续呢还有陆陆续续的课程会推出，那我们也会分成线上的和线下的，但是我们所有的课程呢都是以实战和练习为主的课程，因为我们的知识已经学的很多了，我们的赛斯资料也好，我们的你知道就是那个高维意识那里面的那个内容，那足够就是你要学的话足够学很久的，而且那个是免费的，而且是一直都会免费。但是那个东西它理论学完之后你要去实践，所以说我们的课程都是以实践为主的，我们就不会在理论上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去讲。那关于赛斯资料的早期课或者其他的一些资料介绍，我们后续会推出，但是我们现阶段就是需要有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我们先把这个过程做好，然后后面呢再更深入的理论，因为早期课的理论呢会更深，就是你现在学的赛斯资料，如果跟赛斯的整体的知识就早期课来比起来，它的难度我们按难度来划分，可能只相当于赛斯早期课难度的10%到15%的样子。它后面的东西是特别的究竟的，也特别的深的，就是不是那么好理解的。所以说，如果不是想做学术研究或者专业研究的人，或者对宇宙真相感兴趣的人，其实完全可以不用去关注后面的东西。那我们前面其实赛斯的《个人实相本质》这本书如果你刚开始接触赛斯，你想去改变你的生活，就学这1本书就已经足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了。然后这后面呢加上配合的一些练习那里面有一些练习你可以去做，但是如果你想达到更好的效果，那还是建议你到线下，我们会有线下的这种训练营有完全封闭的一样的7天，在这个里头我们会有一个教师团队会带着大家，对，我也会参加，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老师跟着我一起，就是给大家做好整体的一个服务。我们作为一个实修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因为实修的时候就需要有现场的指导和辅导，就是你在做练习的时候会有其他老师来告诉你哪里有什么需要提高的或者改进的地方。所以说整体来说都是以实战和实修为主的课程。深圳这边呢，我们也会从简单的练习开始，它也是递进的不会一开始就是很高难度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现在学的水平是不是可以开始这些实修的。那我们一定是从最基本的开始但是赛斯的资料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从最基本的开始，但是它的难度和深度或者它能够达到的效果是非常巨大的。比如说我们明天要做的关于限制性信念的这个练习，其实是很多人学了个人实相的本质之后都应该去做，但是都没有去做的一个事情。就学了之后信念改变了吗？好像在自我认知上改变了，但在行为举止，在具体事情上，一到事情上发生没有还是原来的行为模式还是原来的认知这就叫没改变。所以说我们就想重点在实战当中让大家发生真正的
从内而外的这种改变，这就是我们后续课程的一个总体的思路和思想。然后呢，整个心灵家园呢是一个共建的体系，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心灵家园的东西，都是由来自全球的700多位共建者和大概几十万的爱好者、赛斯资料的学习者、爱好者，我们共同形成的。而且我这个理念是我们以后会持续发展的。我们心灵家园就是由众多的赛斯学习的资料的学习者、爱好者共同建成的，不是某一个人的，也不是某几个人的，也不是某一个公司的，我们是属于大家的。那这里面的共建理念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学完之后，就是学出来之后，在你能够感知到自我的那个本自具足的状态之后，你愿意有一样的一个发心，想把赛斯资料或者是这个灵性学习的正知念传给更多的人的时候，你就加入到这个共建的这个组织当中来，为这个组织去赋能。当你还需要这个组织给你能量的时候，还需要组织来关键时候扶你一把、拉你一把的时候，那你就进来去学习、去体会、去感受都可以。它适合不同层面的人，但总有一天，就像你们，就像我一样，我也是学习赛斯才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总有一天你们也会像我一样走出来，因为当你达到那种状态，当你本自具足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出来去分享，你会停不下来，你会压不住，这是一种自然的能量的一个展现啊。所以说，你从刚开始学没有关系，但是等你到了一个时间，你自然会分享。像我们很多学赛斯资料，我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最大声赶紧分享给周围的人，就发现人家都不理你，人家都不感兴趣对你分享的东西，人家说这什么玩意儿，就既看不懂又不知道是干嘛的，还劝你不要加入什么邪教组织了，你要注意点，不要被人家骗了什么的，然后搞得你好像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这很简单，因为它确实是不太适合大众。那我们就是想把赛斯资料变得更容易一些，更适合大众一些，让大众从一个最基本的开始来入手，能够真正的改变他的生活，改善他的这个比如说亲密关系、家庭关系、跟财富的关系、跟金钱的关系、跟事业的关系，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说，如果大伙儿对心灵家园和这个事情不太理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过去3年赛斯资料学习了以后的一个实践，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实践，就是心灵家园本身就是信念创造实相的结果。一开始只是一个念头，就是一个想法，我们学了信念创造实相，我们在实践中怎么把它用出来呢？那我们就去创造这样的一个家园，创造这样的一个社区，然后我们就用信念来创造它。那我们今天就已经创造出来了，而且是不是一个人在创造，是全球700多位小伙伴一起在创造。那我们有更多的人进来，那就创造的力量就会更大。这就是我们共建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和共建的这个力量。所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从过去几年的理论学习，如果你还想学习知识，那可以继续在高频意识公众号去学习。如果想实践、想实战，我们会转到心灵家园这样的一个实修的场所、实修的场地上，我们共建一个自己的社区。我们所有有共同理念、共同认知的人，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很轻松。每个周末或者每什么，你们想来坐一坐、聊一聊，或者说我们一起听听音乐、看看电影，都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修行也好，学习也好，都是在生活中的，不存在一个什么额外的、什么特殊的什么东西。我们只要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兴趣之所在，它本身就已经实现了我们信念创造实相、改变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简单说呢，我们大体的课程介绍和心灵间的大体的这样的一个简介吧，就先到这儿。具体的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跟大伙分享。反正我们以后有时间会经常跟大家见面的，所以说多关注这个我们视频号的直播时间和我们的通知以后大家就会知道我们什么时间可以在直播号里来互动、来交流。对，如果因为疫情不能到线下，线上也可以。如果想来参加线下感受的话，那在广州、深圳周边的就可以到线下来体会一下感受不一样的体验。好的，好的，谢谢老师那我们今天直播就结束啦，谢谢大家，大家关注我们高维意识公众号，
到时候重要通知都会发在里面啊。好的，那大家再见，谢谢。